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造成者未播先火，热度遥遥领先，观众口碑提前引爆。赵丽颖主演的新剧《造成者》在待播电视剧期待排行榜中拿下满分100，直接登顶断层第一。这个数据来自2025年8月31日的榜单更新，瞬间引爆网络热议。网友纷纷感叹，不愧是收视女王，戏还没播就火到这种程度。造成者的期待值达到100，领先其他未播剧集，优势明显。这个成绩在行业内极为罕见，凸显了剧集的超高人气。赵丽颖的国民度再次得到验证，粉丝和观众对她充满信心。许多人认为这完全正常，毕竟她是演技派代表。剧集的未播先火态势已经形成广泛关注。2025年8月31日，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待播电视剧期待排行榜，造成者以100分位居榜首，成为断层第一。赵丽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讨论中，带动话题热度。行业观察者指出，这种登顶现象很少见。赵丽颖被誉为收视女王，源于她过往作品的出色表现。她主演的电视剧多次创下高收视纪录，赢得观众认可。国民度超高意味着她拥有广泛粉丝基础和口碑，演技获得专业奖项和大众好评，品质有保障。这次造成者的期待值直接关联她的个人品牌。剧集造成者近期入选2025年专项资金项目扶持名单。这个扶持项目针对高质量作品提供资源支持。入选意味着剧集内容符合政策导向和艺术标准。专项资金助力制作升级，增强剧集竞争力。消息公布后，进一步推高了观众期待。造成者是一部基建题材大戏，主题围绕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剧情充满希望和干劲，描绘了无限生命力的故事。生机勃勃的元素吸引观众，引发情感共鸣。基建背景贴近现实，反映社会发展动态。剧集旨在传递正能量和奋斗精神。观众反馈显示对赵丽颖的演技期待值极高。社交媒体上粉丝表达支持，预测剧集将成为爆款。未播先火的现象基于她以往的成功案例。数据表明她的剧集通常收视率稳定且口碑良好。这次登顶排行榜强化了她的行业地位。剧集制作细节透露部分场景真实还原基建工程，拍摄过程投入大量资源，确保视觉效果震撼。赵丽颖在剧中饰演关键角色，驱动剧情发展。故事情节紧凑，突出团队合作和个人成长。这些元素共同贡献了高期待值。2025年专项资金项目扶持评选标准严格。造成者凭借剧本和制作团队实力入选，扶持资金用于提升拍摄质量和后期制作。项目认可剧集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这一荣誉增加了剧集的公众关注度。行业分析师指出，未播剧期待值满分很少见，数据反映市场对赵丽颖和剧集类型的偏好。基建题材近年来逐渐流行，符合观众兴趣。但当前焦点仅限于现有事实和数据，观众讨论集中在赵丽颖的演技如何塑造角色。许多人回忆她过往作品中的经典表演片段，期待值100分被视为对她职业生涯的肯定。剧集未播就火的现象在娱乐圈并不常见，这引发了关于明星影响力与剧集质量关系的讨论。剧集造成者的预告片发布后，点击量飙升。视频平台数据显示观看次数破亿次，评论区内粉丝表达迫不及待的心情，这些互动进一步推高了期待值。赵丽颖的个人社交媒体账号更新剧集相关内容，粉丝响应热烈，转发和点赞数创下新高。这种互动模式强化了未播先火的效应。数据表明她的帖子直接带动剧集热度。专项资金项目扶持的入选名单于2025年8月公布，造成者是少数入选的电视剧作品之一。
扶持重点鼓励创新和正能量内容。这一背景增加了它的可信度和吸引力。基建大戏的叙事风格注重现实主义和情感深度，剧情从零开始建设城市，象征希望和努力。制作团队采用高质量摄影和技术手段，这些因素共同支撑了高期待值。观众对于赵丽颖的期待基于她连续成功记录，她主演的剧集通常收视率超过行业平均水平，口碑积累使得新作未播就获得信任。造成者的期待值登顶是这一模式的延续。数据和时间点具体化这一现象。2025年待播电视剧排行榜由权威机构维护，期待值计算基于观众投票和搜索指数。造成者以100分领先，显示压倒性优势。其他剧集得分相对较低，差距明显。这一对比突出了它的独特地位。基建主题涉及工程、团队和社区建设。赵丽颖的角色是关键领导者，驱动剧情。这些细节吸引特定观众群体。未播先火的现象在娱乐圈有先例，但很少见，通常依赖于明星号召力和剧集潜力。造成者的结合点在于赵丽颖的口碑。数据支持这一趋势，但仅限于当前事实。观众行为分析显示自发推广作用。专项资金扶持的项目往往获得额外宣传，报道焦点放在它的文化和社会价值上。这并非直接推广，但间接提升期待。事实描述基于公开信息。赵丽颖的收视女王称号源自历史数据，她主演的剧集多次创下收视纪录。例如以往作品在播出期间话题度极高，这次造成者延续了这一模式，但讨论仅限于已发生事件。剧集期待值登顶引发行业内部讨论，一些制片人评论明星效应的重要性，其他人强调内容质量才是根本。当前数据显示两者结合效果显著，这留下了关于平衡点的开放问题。观众对于基建题材的兴趣在上升，近年类似剧集获得不错反响。造成者的主题契合时代精神，剧情设计避免夸张，注重真实性。2025年8月31日的榜单更新是关键时刻，数据公开后迅速传播到各大平台，网友反应包括惊喜和认可。部分人质疑期待值是否过高，但事实基于统计，无需进一步解释。赵丽颖的演技认可度通过奖项和评论体现，她曾获得多个表演奖项，证明实力。粉丝基础庞大，支持她的所有项目。造成者的期待值部分反映这种忠诚。数据连接个人与剧集成功。剧集制作进度透露已完成拍摄阶段，后期制作利用专项资金进行优化。播出时间尚未确定，但期待值已锁定。这些事实描述当前状态，避免预测未来发展。未播先火的现象如何影响实际播出效果？历史案例显示，高期待有时带来压力，但造成者的根基在于扎实制作。观众是否会因过度期待而失望？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赵丽颖造成者未播先火，热度遥遥领先，观众口碑提前引爆。这一幕在娱乐圈里其实并不少见，但能达到如此大规模的讨论度与影响力，却绝对不是偶然。赵丽颖作为当今娱乐圈最具代表性的女演员之一，她的每一次新作品都仿佛带着一股不容忽视的气场。有人说，这是一种明星的红利，但实际上，这背后更多的是她多年累积下来的口碑与实力，是无数作品与角色塑造所积累出来的信任感和期待感。造成者作为她又一次全新的尝试，从未开播就已经燃到如此程度，显然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应得。细细思考，赵丽颖一路走来，从草根到一线，从质疑到认可，从偶像到实力派，她用作品说话，用角色征服观众。她的演艺生涯没有捷径，而是一点点打磨出来的。花千骨的爆火让她走进大众视野，
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奠定了他的古装演技高度，而幸福到万家又让他在现实题材剧里实现了口碑与收视的双重突破。一步步走来，赵丽颖并不是靠运气站稳，而是靠实力让观众死心塌地的追随。如今，《造成者》作为他的新作，未播先火，热度领先，其实是观众对他演技和作品的一种提前投票。这不仅仅是对作品的期待，更是对他个人的高度信任。《造成者》的题材据传与都市、创业、情感、理想相关，这类题材在近年来影视市场上一直备受瞩目。一方面，它紧贴现实，观众很容易产生共鸣；另一方面，它又充满戏剧冲突，能够激发观众的好奇心与期待。而赵丽颖选择接演这样的作品，本身就说明她一直在不断突破，不愿被定型。她并没有满足于古装剧女王的标签，而是不断用新的题材、新的角色来挑战自我，证明自己能驾驭更多类型的作品。对于观众来说，这种勇气和野心本身就非常吸引人。未播先火，也是在告诉我们，赵丽颖的每一次出发都足以点燃话题。值得一提的是，赵丽颖在近几年已经逐渐从少女感转型到成熟气质。37岁的她不再局限于甜美的古装仙女形象，而是开始塑造更加多元、立体的角色。这对于演员来说，或许是最难的阶段，因为转型不成功，就可能失去市场。但如果转型成功，就意味着事业的又一次腾飞。而赵丽颖无疑是后者，她通过一步步积累，把演员二字刻进了自己的人设里。如今的她，不再只是流量的代名词，而是代表着品质与保证。正因如此，造成者还未开播，就能赢得观众的口碑支持。人们相信赵丽颖的选择，相信她不会轻易出现在没有价值的作品里。讨论到这里，我们其实能够感受到赵丽颖的观众缘有多么可贵。娱乐圈里有太多明星昙花一现，短暂爆红后便很快被遗忘，原因就在于没有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但赵丽颖不同，她的作品成为她最坚实的后盾，而观众也通过作品不断加深对她的喜爱。比如《知否》里的盛明兰，那种隐忍与智慧，让人看到了赵丽颖演技的厚度。再比如《幸福到万家》里的何幸福，她的坚韧与善良，更是与赵丽颖本人草根奋斗的气质高度契合，让观众觉得她演的不只是角色，更是生活里的真实人物。这种契合感是其他演员很难替代的。也正因如此，观众才会在《造成者》还未播出时，就已经给予极大的期待和支持。另一方面，造成者的制作团队与演员阵容同样值得关注。一个作品能否成功，绝不仅仅取决于主演，还与整体班底息息相关。而从目前透露的消息来看，造成者聚集了一批业内有经验、有口碑的团队与演员，这让作品的整体质量更有保障。赵丽颖能在这样的团队中挑大梁，说明她在行业中的地位早已不可撼动。更重要的是，她不仅是观众的期待核心，也是整个团队信心的象征。当一个剧组有了赵丽颖，就好像已经拿到了一张保险卡，观众和平台自然愿意投注更多关注和信任。当然，热度高也意味着压力大。未播先火是一种荣誉，但同时也是一种挑战，因为观众的期待越高，对作品的要求也会越高。赵丽颖要面对的不仅是外界的鲜花和掌声，更是如何用真正的演技来回应观众的期待。她过去已经一次次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次她依然不会让人失望。她的每一次努力，观众都能看见；她的每一次突破，观众也都铭记在心。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造成者的火爆也预示着赵丽颖在未来几年仍然会是中国影视圈中最具影响力的女演员之一。她已经过了单纯依靠流量的阶段，如今站在的是实力与人气双丰收的高度。她能否通过这部剧再一次实现口碑与热度的全面突破，
很可能会成为他事业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娱乐圈瞬息万变，但赵丽颖的名字却越来越稳固，这背后靠的从来不是一时的爆红，而是持续的深耕与不断自我超越。所以，当我们在期待造成者的同时，也是在期待赵丽颖再次为我们带来惊喜。她用自己的成长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不管你来自哪里，不管起点多低，只要肯努力，就能在属于自己的领域里发光。她是无数普通人奋斗的缩影，她的成功让人相信梦想的力量。最后，想对屏幕前的观众说一句，在娱乐圈这个瞬息万变、流量更迭的时代，我们更应该珍惜那些真正用心创作、用实力说话的演员。赵丽颖就是这样的一位，她不急不躁，不喧嚣浮华，只是一步步沉淀、成长，把一个个角色演活，把观众的期待转化为一部部好作品。正因如此，造成者未播先火，才更让人觉得理所当然。希望大家在追剧时，不仅仅是追星、追热度，更能从角色和故事里收获属于自己的感动与思考。因为好的演员和好的作品，永远不只是娱乐，而是一种力量，一种能陪伴我们成长的力量。让我们共同期待赵丽颖在造成者中的全新表现，相信她一定会用作品再次证明，实力才是娱乐圈永远的王牌，而真诚和努力才是演员最好的底色。质疑声再大也挡不住。王一博凭真实拼劲逆袭顶流。王一博用行动证明，路是自己选的，苦累都得自己扛。从韩国练习生到天天向上打工人，再到陈情岭爆红，他靠的是做好分内事的韧劲。跳舞、赛车、电影样样玩到极致，活成了我喜欢啥就做到最好的范儿。这年头，能成事的人，下场都对得起。王一博这孩子是真争气的主儿。说实话，娱乐圈里能混这么多年，还一直占 C 位的，没几个。王一博就是靠着脑子清楚、身子骨硬，愣是一步步把路走宽了。当年他敢一个人杀去韩国练声，那不是光动嘴皮子的买卖，真刀真枪的熬。苦没少吃，但嘴上从不叨叨。他说自己会做事，不会多说，这话一点没假。人要是光会喊口号，那都黄了。他什么叫能吃苦？年轻人看看他那几年咋过的就明白。组合不红了，别人等着公司分饼吃，他呢？自己一家家跑去面试，硬是挤进天天向上，成了稳定出勤的打工人。你说这韧劲，谁学得来？现在不少小孩以为娱乐圈随随便便混，这才是真正一脚一个坎儿踩出来的路。什么叫认准一条道往死里钻？别看他后来火得一塌糊涂，你要真讲会抄近道、混日子这套，他真不干。拍陈情岭时候人气还没大爆呢，天天横跨2个节目，人家累就依据做好自己分内的事。这年头能不能成事，就看你下场对不对得起。王一博那气儿，老炮儿一眼看得出，心里有准绳，干事有章法。同时录节目，兼着拍戏，又跑去当舞蹈导师，别人都说分身乏术，他偏就一项项做到头。跳舞那是真本事，创造101紫毛造型，现在满网翻考古，想想那会儿，这小子也没把酷帅当卖点，就是能跳。再看这，就是街舞，王队长带着一帮牛人在一块掐，叫谁都服。不是摆造型当门面，是真拿绝活做底子。你身边要有这么个哥们，你一定早就服了。热爱这玩意，玩进了骨头里。你要说他上档次吧，他还特别接地气。滑板、摩托车，这哪是随便拍拍广告去的，真下场比赛，把比赛门票都带火了。摩托、赛车，他真敢玩，真肯练，咱外行人看着觉得野，他自己就是一股玩命劲儿。探险、赛车、舞台、电影，他样样玩到极致，这么拼下去，想糊都难。热烈这种电影都找上他，你说凭啥？因为他身上的劲儿，就是那种我喜欢啥
我就得做到最好的范儿。现在又上探索新景，说白了，就是不甘心站着吃老本，的处处刷新自己。说到底，一句话，他是个活明白的人。现在流量一人千万，有几个知道自己要啥的？人家王一博打小就认准了，路是自己选的，苦不苦，累不累，全都得自己扛。你不信，听他自己歌里唱的无感，那歌词句句带刺儿。什么无感是对伤害最好的回击？天塌了还有爱在，这东西不是写出来装样子的，是真走过了心理阴影才能写出来。再看我的世界守则，骨子里带拽，我是我的样子，我生来就固执。双引号。现在啊，舆论咋折腾，他一句话回怼，讲自己的故事，活独特的气质。说穿了，他牛就牛在根本不在乎外边咋评论，自己活得明白就够了。娱乐圈里头混到他这份上，谁稀罕天天自证？王一博这一门道，还真的靠生活里头明白人才能看穿。咱说句实在的，王一博这种不墨迹、老老实实拿本事干事业的劲儿，现在可不多。年轻人瞅他，别老盯着外头那些七七喳喳，掰开了说，其实就是2点：专心、顶事儿。谁说现在的年轻人不踏实？你仔细瞅瞅，这不就有现成的榜样吗？质疑声再大也挡不住。王一博凭真实拼尽逆袭顶流，这句话不仅是一种对他的褒奖，更是一面照见现实的镜子。在娱乐圈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有人靠炒作上位，有人靠背景铺路，也有人在喧嚣中逐渐泯然于众人。可是王一博的出现，仿佛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他并非一开始就被捧在手心里的天选之子，也不是一出道就自带光环的绝对资源咖，而是一步一步靠着努力与坚持，慢慢攀登上属于自己的高峰。他的逆袭过程，正好构成了一部关于拼劲的现实教材。回顾王一博的成长轨迹，很多人可能只看见了他如今的顶流光环，代言无数，影视资源优质，舞台表现亮眼，赛车成绩出彩。但是，如果真正去了解他从练习生时期到今天的经历，就会发现这一路走得并不平坦。2014年刚出道时，他的团队并不在内于最顶尖的梯队，他也不是队伍中最被关注的那个人，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那个不怎么爱说话的男孩。然而，正是这种性格上的安静，让他把更多的心思放在钻研、练习和提升自己身上。他知道自己没有捷径，于是选择了最笨也最实在的方法——努力。质疑声几乎从未停过。有人说他演技不行，有人说他只会跳舞，有人说他情商低，甚至在他刚刚进入大众视野的时候，还有人给他扣上透明人的标签。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王一博选择了沉默，不争不辩，把全部回应化作行动。他在《陈情岭》中用魏无羡的知己难忘机，让所有人记住了那个冷面深情的少年。他在《有匪》中顶着质疑挑战古装男主。他在舞台上用一次次炸裂的表演证明自己对舞蹈的热爱与专业。他没有依靠外界的溢美之词去抬高自己，而是选择用扎实的作品让观众看见真实的实力。真正让人敬佩的是，他并未满足于演员偶像的单一身份，而是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在赛车赛场上，他不是流量明星的光环，而是一个拼尽全力的职业车手。他可以在烈日下挥汗如雨，也可以在意外摔车后依旧爬起继续拼搏。他在赛道上的专注与执着，和舞台上的炽热舞步本质上是同一种力量，一种我想做，就一定要做到最好的拼劲。外界也许会质疑，一个明星跑去赛车是不是作秀？但当你看到他一遍遍训练，一次次突破自我，最终获得实打实的成绩时，所有的作秀二字就会显得多余。因为拼劲不会骗人，结果也不会骗人。我们常常说，娱乐圈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地方，昨天还是顶流，明天可能就无人问津。但王一博的特别之处在于，
他从未把自己局限在一时的热度上，而是用拼劲去创造更长久的价值。代言选择上，他坚持与自己形象契合的品牌；作品选择上，他敢于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兴趣发展上，他让大家看见了明星也可以有专业之外的热爱和成绩。这样的布局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种对自我人生的深度思考。他似乎早就明白，顶流只是阶段，拼劲才是底气。从这个角度看，王一博的逆袭故事就不仅仅是一个艺人的成长故事，而是某种励志教材的现实版。多少普通人也曾遭遇质疑和否定，多少年轻人也被贴上不行不够好的标签。可是王一博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外界的声音再大，都比不过你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别人可以否定你，但只要你不放弃，总有一天会让他们重新定义你。拼劲就是让质疑者闭嘴的唯一方式。当然，逆袭并不意味着一路顺风。王一博也有过低谷，有过被误解甚至被嘲讽的时刻。但令人动容的是，他从不沉溺于外界的负面，而是选择用行动给出最响亮的回应。正因如此，他的成功并不显得偶然，而是长期累积、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可以说，他的顶流地位并不是捧出来的，而是拼出来的。这种真实的力量，恰恰是当下娱乐圈最稀缺的品质。结论很清晰，王一博的逆袭靠的不是炒作，不是运气，而是赤裸裸的拼劲。无论是舞台上的舞者、荧幕上的演员，还是赛道上的车手，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对梦想和自我的纯粹坚持。这种坚持让他在娱乐圈的风浪中站稳脚跟，也让他在外界质疑声中一次次冲破桎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顶流。对观众而言，王一博的经历其实是一种深刻的启发。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各种质疑和不理解，可能来自同事、朋友，甚至亲人。但不要忘记，别人的声音只是背景音，真正决定你能走多远的，始终是你自己的努力与拼劲。就像王一博一样，他没有被标签定义，而是选择用拼搏去重写标签。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所以，亲爱的观众，当你在生活里感到迷茫或被质疑时，不妨想一想王一博的故事。也许你此刻还在努力的路上，还没有迎来属于自己的掌声，但请不要怀疑自己。拼劲不会骗人，只要坚持，总会有一天，你也能让质疑声变成掌声。王一博的逆袭不是神话，而是对所有拼搏者的一种真实映照。愿我们都能学会这份坚定与执着，把拼劲变成自己人生的底气。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